这次任务主要可以学习到以下几点：一、PyTorch 的执行环境以及简单的执行方法；二、Tensor 是什么以及几个常用的指令；三、Tensor 的4则运算及需要注意的地方。PyTorch 的执行环境主要就2个地方，云端和本机。在云端执行有几个好处是，有些常用的套件它已经安装好了，不需要自己再执行安装的动作。另一点是它可以选择在 GPU 上执行。未来如果要训练的模型更加复杂的时候，就会使用到 GPU。不过暂时我们这一系列的任务都只需要在 CPU 上执行即可。未来使用到 GPU 之前，请先记住一点，就是 Tensor 在不同设备之间是无法进行运算的，必须将 Tensor 移动到同一设备再进行运算。目前为了让事情简单化，我们不会把 Tensor 移到 GPU 执行，只需要先记住这个重点就好了。这边推荐的是使用 Colab， 只要新增记事本就可以开始使用了。先查一下 Python 的使用版本，然后新增一个程式区块，再查一下 PyTorch 的版本。这边使用的是 2.0 的版本， Python 和 PyTorch 的版本必须要先确定，主要是要确定使用的指令集，因为版本和版本之间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小调整，有可能是函式的名称改变了，或是整个函式都已经不存在了。如果想要在本机执行的话，可以到 PyTorch 的官网。这边有个小工具，选择你的作业系统、程式语言等，下面就会跳出安装 PyTorch 的指令。如果是要在本机执行的话，这边建议在 ChatGPT 执行一下什么是 Conda， 以及如何使用 Conda。它的主要用途是做执行环境的管理，使用 Conda 会减少非常多的麻烦。以上简单介绍了执行环境，接下来什么是 Tensor 呢？其实也很简单，可以单纯的把它想成是将资料数值化之后的一种表达方法。比方要表达一张256×256 pixel 的彩色图，每个 pixel 都有 RGB 3种颜色，所以是不是会需要3×256×256共196608个资料点来表示它？我们用一个随机函数来把它视觉化一下。数字看起来有一点可怕的样子，但是不用担心，数字是给电脑看的，我们只要知道比较重要的资讯，比方这个 tensor 的维度是多少，可以用 ndim 指令来查一下，这边回传是3，表示这个 tensor 的维度就是3，也就是要表示一张图。我们可以使用3维的 tensor 来表示。那如果是 video down 呢？其实只要再把每秒要呈现的 frame 数加上去就可以表达了，所以要用 tensor 表达 video 的话，我们会需要4维的 tensor， 实际的资料长相会更可怕，但是一样，数字的部分留给电脑去看，我们只要专注在它的 shape 和维度就行了。未来我们都把 shape 翻译为尺寸。至于维度用肉眼的话要如何看呢？可以从最左或是最右计算方框数就知道了。1、2、3、4，所以就是4个维度，非常简单。这边用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指令 shape， 它可以很容易的查出来 tensor 的尺寸。为什么要强调它呢？是因为 tensor 在执行某些运算或是资料的传递时，必须要有相同的尺寸，否则程式就会直接当掉。当发生错误讯息是尺寸不一致的错误时，这时候就要使用 shape 指令来查看资料彼此之间的尺寸是否有对应上，稍后再用 tensor 的 matrix 相乘运算来示范这个错误。接下来我们学一些 tensor 的基本运算。这边先建立一个简单的 tensor， 尺寸是3×2，把它 print 一下，看一下内容，确定一下尺寸是3×2无误，然后来试一下加法，每个元素都被加1了，非常方便。再试一下减法，观察一下内容，也是每个元素都被运算了。再试一下乘法、除法，可以观察到都是反映到每个元素之中。这个功能如果用回圈写，原本可是会很烦人的。稍早我们有提到一点是 tensor 的运算有时会因为尺寸而发生错误。这边用 matrix multiplication 示范一下，我们直接用 x 做相乘，结果发现就出现错误了。提示讯息是说不能相乘2个3×2和3×2的 matrix， 这是因为 matrix 的相乘有2件很重要的事情：一、内部的尺寸必须相等，
这边一个是2，一个是3，所以相乘失败了。如果把一边的尺寸调整一下就会成功了。我们先使用 reshape 将后面的 tensor 调整一下形状，然后重新执行一次，非常好，顺利的成功了。第二点是相乘之后的尺寸是外部尺寸乘以外部尺寸。至于 matrix multiplication 可以看一下这个网站的动画效果，运算原理就交给各位去理解。更重要的点是内部尺寸必须相等，以及相乘之后整体尺寸的改变。最后简单示范一下 squeeze、unsqueeze、permute 这几个 function， 因为它们算是比较常用的，所以需要先把它们 highlight 出来。一样先用简单的3×2 tensor 来示范。unsqueeze 的主要能力是要在指定的 dimension 上增加一个空的维度。我们先在维度1的地方增加，然后看一下 shape， 果然有多一个1出来。我们再试一下增加在第2个维度看看，果然也是增加了，是不是很方便？那 squeeze 呢？它会把 tensor 里所有空的维度都挤掉。我们试着把 y 挤一下，再看一下 shape 就会有感觉了。所有空的维度都被挤掉了，非常好。这个指令的主要重点还是在于 tensor 的运算，有时必须要调整尺寸才能顺利运行。此时这2个指令就会很好用了。还有一个 permute 的指令也很重要，它可以用来调整维度的位置。比方稍早 matrix multiplication 的错误，也可以使用 permute 来调整 tensor 的尺寸。这边简单示范一下，把第1个维度移到最后面，是不是相当方便？以上我们先介绍了最基本的东西，不过 PyTorch 当然并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，更详细的内容将在后续的实战当中再陆续的说明，因为单纯示范指令无法知道如何使用和应用它。下一集将会介绍如何训练主角 model， 完成下一个任务之后就完成 PyTorch 的基本功了。后面的实例也将会比较容易理解，乐见其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